人类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高效过。如果科技的发展本来就是为了提高生产效率，让人们过得更轻松，那么今天为什么效率越来越高，赚钱却越来越难？如果我们回头看看过去20多年，我们会发现互联网让信息几乎免费，智能手机把整个世界装进了口袋，而今天 AI 又开始替我们写文章、做设计、分析数据、编写代码。很多过去需要几个小时甚至几天才能完成的工作，现在几分钟就能做完。按照最简单的逻辑来看，当生产效率越来越高，我们应该工作得更轻松，收入增长得更快。可奇怪的是，现实似乎完全相反，越来越多人发现自己并没有因为科技进步而明显轻松下来，竞争反而更激烈了，技能更新得越来越快，收入增长却越来越缓慢，甚至连那些过去被认为很稳定、很值钱的工作，也开始让人产生不确定感。无论是程序员、设计师，还是金融、法律、咨询等过去被认为收入不错的职业，越来越多人都开始产生同一种感觉：赚钱好像真的比以前更难了。其实你可能也有过类似的经历。10年前，如果一个人熟练使用 Excel， 他很可能就是办公室里最懂数据分析的人。今天会 Excel 已经成为几乎所有白领的基本要求。几年前，会写代码还是一项令人羡慕的专业技能，而今天，即使不会编程的人，也可以借助 AI 快速生成代码。以前一项技能可以让很多人领先很多年，今天一项技能可能只能让你领先几个月，甚至几周。真正发生变化的，并不是这些技能突然没有价值了，它们依然重要，也依然有人需要，但越来越多人能够以更低的成本、更快的速度完成同样的事情。那么，当一种能力越来越容易获得，它还能像过去一样值钱吗？也许你已经发现，现在最大的焦虑并不是学不会新东西，而是刚刚学会，它就已经开始变得不那么值钱了。很多时候，你并没有停止努力，只是这个时代评价一项能力的标准正在悄悄发生改变。那么，到底是什么决定了一项能力值多少钱？为什么昨天还很值钱的能力，今天却开始迅速贬值？而这样的事情，真的是从 AI 出现以后才开始的吗？答案是否定的。而要真正理解今天发生的一切，我们需要把时间拨回200多年前，从第一次工业革命开始讲起。第一次工业革命开始的时候，机器第一次大规模进入工厂，大量原本依赖手工经验才能完成的工作，变得可以被标准化、规模化的生产，社会的生产效率因此大幅提高。但那些原本依赖熟练手工建立起来的优势，却开始慢慢消失。再后来，互联网又带来了另一场变化。过去，信息是一种稀缺资源，谁掌握更多信息，谁就拥有更大的优势。比如说，旅行社靠信息差赚钱，房产中介靠房源信息赚钱。但是互联网出现以后，大量信息开始变得几乎免费。今天只要打开手机，几秒钟就能找到过去需要花很多时间才能获得的资料。互联网并没有让知识失去价值，但单纯依靠信息差赚钱却越来越困难了。如果你把工业革命和互联网放在一起看，就会发现一个共同点：每一次技术革命都没有让所有价值消失，而是重新定义了什么东西更有价值。而今天 AI 时代，我们正在经历同样的过程。它能够写文章、做设计、分析数据、生成代码。这一次，它又会重新定义什么样的能力才真正值钱。如果把前面几次技术革命放在一起看，你会发现一个几乎贯穿人类经济发展史的共同规律。无论是工业革命、互联网，还是今天的 AI，它们带来的变化虽然完全不同，但最后都指向了同一个结果：昨天还很值钱的能力，今天开始慢慢变得普通。
昨天还能带来不错收入的工作，今天却越来越能保持原来的优势。那么，真正决定一项能力值不值钱的，到底是什么？很多人认为收入取决于一个人有多努力，也有人认为收入取决于一个人的能力有多强。努力和能力当然都很重要，但它们都不是决定收入高低最底层的原因。真正决定一项能力价值的，并不是它有多难，而是它有多容易被大规模复制。因为任何一个市场，价格最终都不是由努力决定的，而是由供给和需求共同决定的。当只有少数人拥有一项能力，而很多企业都需要这种能力的时候，它自然会变得值钱。但当越来越多人都能够完成同样的工作，而需求并没有同步增加，这项能力的价格就会开始下降。因此，真正发生变化的从来不是能力本身，而是市场愿意为这种能力支付多少钱。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几年前，如果一个人会编程，这通常是一项专业能力，企业愿意花高薪招聘程序员，并不是因为代码本身值钱，而是因为过去只有少数人能够利用代码解决复杂问题。而今天，当 AI 能够帮助越来越多人完成代码编写之后呢，真正发生变化的并不是软件不需要开发了，而是完成软件开发的门槛越来越低，能够提供这项能力的人越来越多，因此市场愿意支付的价格也开始发生变化。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写作、翻译、图片设计，甚至数据分析上。AI 并没有让这些能力突然失去价值，而是不断降低他们的门槛，让越来越多人能够完成过去只有少数人才能做到的事情。当一种能力越容易被复制，它通常就越难保持过去的价值。反过来，越难被复制的能力往往越值钱。这也是为什么同样使用 AI， 有的人收入越来越高，有的人却越来越焦虑。因为真正拉开差距的从来不是有没有 AI， 而是你创造的价值是否依然具有别人无法轻易替代的独特性。经济学把这种规律称为稀缺性。价值从来不是固定不变的，它会随着技术的发展不断重新定价。越稀缺的东西价格通常越高，越容易获得的东西价格通常越低。这个规律不仅适用于黄金、石油、房子，也适用于人的能力。所以 AI 真正改变的并不是工作的价值，而是复制优秀工作的成本。复制成本越低，这项能力就越难维持过去的价值。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越来越多人觉得赚钱变难了。如果说 AI 正在降低很多能力的价值，那么下一步真正值得思考的问题就是，未来还有什么能力是 AI 很难降低价值的？你看到这里，也许你已经在想，那么未来什么样的价值才值得我们花时间去培养？回顾前面的内容，我们会发现一个共同规律：工业革命降低了体力劳动的复制成本，互联网降低了信息获取的成本，而今天AI 正在降低越来越多脑力劳动的复制成本。技术革命改变的从来不是价值本身，而是不断降低某一种价值被复制的成本。这意味着未来真正越来越值钱的是那些能够持续创造别人无法轻易复制的价值的人。以后当你准备学习一项新技能的时候，不妨先问自己一个问题：如果 AI 再发展5年，这项能力会变得越来越容易复制，还是越来越难被复制？如果答案是前者，那么它未来很可能会越来越普通；如果答案是后者，它就更有可能保持长期价值。我来举个例子，当所有人都能借助 AI 写出一篇不错的文章时，真正值钱的就不再只是写作本身，而是知道什么值得写，以及如何把复杂的问题讲清楚。当 AI 能够生成代码时，真正值钱的也不再只是写代码，而是理解业务、
并利用技术解决真正复杂的问题。因为在未来将会越来越多人能够完成同样的工作，但真正稀缺的始终是那些能够发现重要问题、解决复杂问题，并持续创造独特价值的人。这才是 AI 真正带给普通人的启发。现在我们再回到视频一开始提出的那个问题：为什么效率越来越高，赚钱却越来越难？答案其实很简单，真正改变的并不是我们的努力，而是市场衡量价值的方式。每一次技术革命都会重新定义什么样的价值值得被市场付费，但历史也告诉我们，真正决定结果的从来不是技术本身，而是你能否看懂价值正在向哪里转移，及时调整自己创造价值的方式，并比别人更早开始准备。最后，我想留给大家一句话：技术会不断进步，工具会不断变化，但真正决定一个人收入的永远不是他掌握了什么工具，而是他创造的价值是否容易被复制。如果今天这支视频让你对 AI 和未来价值有了新的理解，欢迎点赞订阅频道。我是露西，感谢你的观看，我们下期再见。